这个电梯都半年了，为什么说最近一趟一趟的维修就是修不好？我也看了，大家给我提出了很多建议和意见，主要是小区、物业和厂家要协调，就是说不是说我想修就能来修的，因为涉及方方面面。对于这个零地电压异常，电梯不运行，我说一下我的看法，请大家给指点一下。我简单画了一个图，就看一下它整个小区。这是小区的变压器，这些方块都是楼座，我画了一部分。小区变压器我看了，接地还可以，有接地。然后每一个楼座都过了一路电缆，在这里我只画它的零排和地排，它这个地是打入大地的接地体，在楼座这个地方打入大地的接地体，每个单元都有单独做的接地。然后是从这个楼座接触的电路给电梯。电梯的情况是装上近半年了，刚开始运行还行，偶尔会出现问题，然后后来就严重了，就是晚上都开不了。我5点左右去测的它的零地电压是 3.5 伏，我测的是零地电压，这个时候电梯运行正常。一般是在6点左右，6点以后就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5点到6点之间也出现问题。零地电压一般在8伏左右。刚开始我来的时候，它零地连在一起了，它没有8伏，它是0伏。这个零和地用根线连在了一起，所以说测不出电压，测的电压是0伏。把零和地断开以后测出来的电压，白天 3.5， 然后晚上是8伏。这个零地电压一在8伏左右，电梯就运行不了。有的时候测零地电压在10伏以上，电梯就开始报故障。我视频中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去测其他的楼座的零地电压，一般是在4伏左右，再靠近变压器它是 3.5 伏，有的 3.2 伏，它这个电压也是变化的。另外大家注意了，这个楼座它们俩相隔很近，有10米，可能不到20米，反正很近，它们俩的距离，两个配电箱的距离。这个楼座的零地电压是多少呢？是0伏。所以我分析这个楼座的配电箱也是零和地连在了一起，短接了。这一短接会出现一种现象叫做分流，零线上的电流会往大地跑。第一次检修这个楼座的时候，它零地也是连在一起的，当时连在一起的，它这个电缆线就有10几安的电流，这个电流没顺着零线回去，倒是通过地线进入了大地，这个电流会回到变压器。而这个楼座也是这种情况，它一部分电流没顺着零线走，顺着地线进入了大地。它这个电流我当时掐电缆线掐出了18安左右，所以我在想它这个楼座零地电压这么高，和它这个零地0伏有关系吗？它这个往地下是不是在漏电还没确定。不过我们在变压器那一头测出了有一路电缆线是18安左右的漏电电流，好像就是这边楼座的。测的是电缆线的零序电流。电流是啥意思就理解不了的话，你可以把电比喻成水。这个如果往地下流水，这个水是在地下是扩散的，而大地它是一个导体，它是可以导电的。假如这个位置是往地下漏电的，而这两个位置离得又那么近，那我在这个位置测的零地之间的电压是不是和你漏的有关系，和你漏的大小有关系？你用电多，你漏的多，我这边测的电压就高。所以说一到下午5、6点钟用电一多，零地电压就高。所以我在想，如果说不让它往地下漏，这个零线的电流都顺着零线回去，就别往大地漏了。你漏的越多，对人家影响越大，就是你用电量越大，往地下漏的就越多。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查一下这个楼座的零地是否有短接或者有短路的地方。但是想找明显短接的地方或者是有连接的地方，没找到。我初步找了一下没找到。就是我为啥会怀疑零地电压不正常啊？你看这个楼座是0伏，它前面这个楼座是 3.5 伏，我测的这个楼座好像还有一个电梯，它这个楼座有个电梯，这个电梯运行正常。当然它其他的楼座有的测的0点几伏，
有的测的是零伏，离变压器越近它越小，这个是 0.1 是 0.2 的，反正很小。越靠近变压器它的零地电压越低，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当然这些都是我猜测零地短接往地下漏电导致的零地电压异常。那也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这个原因还不知道，反正都怀疑是对方的原因造成的，所以我就想单独给他拉一个电缆线，就原来这个线不用了，从别的变压器拉出一路线，看看电梯能不能好使。接上线通上电，电梯好使，电梯正常。下一步怎么处理怎么排查，他们还在协调。当然这个电梯去接人家的变压器显然是不太好，还得接自己小区的电。这个配电箱不好使，如果说拉到这一个配电箱呢，这个零地电压低，它能正常运行吗？下一步准备就这样试，他们还在协调，因为现场的施工会比较麻烦。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楼座的零地电压的嫌疑比较大。如果零地有短接，把零地断开，把这个零地电压降下来，或许电梯就能好。前面这些都是我的猜测，这些说的简单，但是现场不是那么样的。你看这两个楼座之间的配电箱，这两个楼座离得那么近，这个单元的零地电压你看表针都不动，0伏。来看一下它的主配电箱，这个楼座的主配电箱打开看一下，但是我就是没发现零排和地排有连接的地方，可是测零排和地排的电压它就是没有，零地电压没有，0伏，所以说很奇怪。主地线也没过来，没看到，它这个电路比较乱，比较复杂。物业的师傅不让乱动，因为动出问题来都担不起这个责任，这个可以理解，毕竟现在小区的物业都不太好做。那这个故障现象我也暂且一说，你也暂且一听，大家听一听有没有道理，反正这种故障现象是在，还请大家多多指点，感谢您的观看。快来看一下，厨房的油烟机着火了，用灭火器灭的火。再去看一下油烟机，油烟机拆下来了，看一下怎么着的火。客户说油烟机里面砰的一声，然后就跳闸了，然后就着起火来了。这线都烧什么样了？看一下，呀，你看这个线烧的，线都烧的漏铜丝了，铜丝短路导致的跳闸。但是仔细一看，它这个地线烧秃噜皮了，在这个位置地线烧秃噜皮了。通过现象来分析原因，地线烧秃噜皮应该是地线发热，地线发热是地线有电流，电流大，也就是说如果油烟机漏电电流大也会造成地线发热。但是除了油烟机漏电还有其他原因吗？或者说有别的电流通过它的地线对地放电，对外壳放电，这个外壳是挂在墙上的，如果是墙是接地的话也有可能。现在就这种现象没法分析什么原因造成的，还得去屋里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插座，拿出我的测点笔要测一下电压。我是直接先测量插座的地线电压，看看地线带不带电，0伏还不带电，火线带电正常，线接的也都没错。现在是测哪好就不太好找原因，像这种测哪正常都不太好分析原因。正当我迷惑的时候，他们说厨房的燃气热水器也出现过地线发热的情况，几个月以前出现过一次，插上插头掐的地线带电电流40多安，线都发烫了，怀疑是有电对天然气管道放电。当然现在测没有，现在都正常。因为地线带电，他们把地线给掐了，结果今天又发生了油烟机着火，所以它这个很蹊跷，都是厨房电器。看一下厨房管道，他们说这是火烧的熏的，它的吊顶是铝扣板金属的，用电笔一测，上面带了14伏的电压。这个电压是从哪来的呢？这又说明什么呢？这么个小电压不至于对油烟机外壳放电，对地线放电，烧地线。虽然它的管道是导电的，铝箔，
现在就是不断的怀疑原因，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油烟机管道连着吊顶，吊顶是金属的，然后那里还有燃气热水器管道，但是测量燃气热水器它的金属它是不带电的，和吊顶没有连接。那管道上天棚这个14伏的电是从哪来的呢？我测的这个通风管铝箔的钢圈上是有电，然后吊顶这个铝扣板上也带电，吊顶上面的吊筋上也带电，怀疑是楼上的电漏电。这个好办，只需要拉掉他们家的电闸就可以了，直接拉掉灯电路的电闸看一下。大照明以后没了。那这个吊筋是不是打到灯线了呢？其实不是的，它这个灯是 LED 灯， LED 灯外壳都带一个感应电，它对这个吊顶在放电，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单独关掉厨房的灯，这个电就没了。像这种情况，如果吊筋这个吊顶接地好的话，这个电也会放掉的，但是它这个接地不是太好，所以这个灯上的感应电没对地放掉。我觉得可以排除是灯电路的原因导致的烧油烟机。所以我在想，几个月以前这个燃气热水器地线发热的现象，是不是也是地线不好，或者是地线对燃气管道放电导致的呢？和今天烧那个油烟机有关系吗？然后当时时间持续很短，他们说呜呜的声音，然后马上就拔下来了，发现地线都变软了。把地线掐了以后，再也没出现这样的现象。还有，如果是怀疑油烟机打到线了，没有，它没有，里面没有线，所以在表面上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最后再去看一下他家里的配电箱，配电箱有空开有漏保，有漏保也就是说电器如果有漏电，接地足够好，那它就会跳漏保。配电箱打开了，看一下它的接线，零线、火线、地线都有。这个配电箱你们拆开过吗？拆开过，当时在这测电压来的。测电压动过别的吗？没动过别的，接线都没有。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就是他后来就是空调那个厂家来动它，不是厂家，就是那个我们测的时候说是这个地线和零线接反了呗。房主说头几年空调是好使的，但突然有一天不好使了，是自从掐断这个燃气热水器地线以后，它发热嘛，所以掐断了，然后空调就不好使了。然后修空调的师傅把零线和地线导一下，空调就正常了。这段时间空调是拉下来的，也没用。它这个地线没往上压，他们说好像是说了什么地线打火，反正现在谁也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它这个地线为什么没压上呢？测量地线不带电，测量这个地线也不带电，因为很多电器都已经拔掉了。他们说空调的地线导过以后，空调是好使的，然后这段时间这个闸好像都没送电，为什么又出现了油烟机着火的现象呢？很蹊跷。这些电压他们都测过了，很正常，零火电压、零地电压、火地电压都是正常范围之内，都很好。这个时候我突然想，你看啊，做水电的师傅能把零地线给它接混喽，再看它这个主线3根线的颜色一样，它会不会也会接错呢？把零地线接反呢？接错的可能性有吗？现在只是假设，有没有必要去看一下呢？那还是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地线，去楼下的电表箱看一下，大晚上的还得麻烦物业的师傅看一下下边电表箱电闸的位置接的，是这种电缆线，他们家里边却是3根一样的线，这是后来改过的线路啊。那就把零火线拆掉一根零线，零线带感应电70多伏，现在再去家里测量，这个线带70多伏，那不正常。应该说拆掉零线，他们家的电路都没有电呀，用不了电。这根线还带了个13伏的电压，但是用万用表测量，它的电压还是有的，220伏。你看他们家的灯还正常亮，
所以现在的零火线其实是火线和地线的电压，它的零线和地线是接反的，这个才是零线，它做了接地，接着了地线排。再确定一下，我掐的它的地线的电流6安多，是因为它插了一个烧水壶，所以说它接错线了，确定是接错线了。这样我就把零线和地线给它导一下。以前我修过零线和地线接反的现象，有的都用了很多年，结果后来不断的烧东西，才发现零线和地线接反了。好了，导过来了，这样测量电压都是正常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导了线之后，发现他们家的灯都比以前亮了很多，但是是线路接错导致的烧油烟机吗？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零地接反会对电器是有影响的，有的会烧坏电器，所以它这个故障我也只能检测到这里了。水平有限，还请各位多多指点。我先撤了，大半夜的赶紧回家。哎呦，中了个大奖！